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的赛事周报。本周我将和大家继续跟进 LPL 季后赛的情况，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4强争霸的阶段了，4轮打完了。简单讲就是BLG一骑绝尘，率先踏入世界赛，而滔博哥紧随其后，在4强首战里是3比0轻取了 LNG。只可惜面对状态越来越好的 BLG 没能顶住，被打出了不限于1雷5吃、闪现 A 眼等的节目效果。不过拥有复活甲的滔博哥将在本周6迎战微博，那微博首轮被 BLG 摁在地上打，呼吸哥直接窒息了。4轮面对 LNG 呢，微博总算是拼尽全力鏖战5把，最终胜出。LPL 当下2大玄武队之争，突出的是一个小众逆天，能看完全程不窒息的那都是神人了。考虑到比赛的内容它不算特别精彩了，所以4个 BO5 的讲解会更偏向于分析内容，大家可以自己跳转到自己想看的部分。其实这周是想顺便聊聊 LCK 的，但 LCK 这边周末就开打季后赛了，现在聊难免有点滞后，所以想了下，还是看看 LCK 季后赛情况再说吧。那真不是懒，更不是云时间去看什么5位契约冠军赛了，就更别讲什么黑神话悟空了，我这些都是听都没听说过的。那闲话不多聊，让我们开启本周的 LPL 赛事周报吧。4强战的第1轮交手，呼吸哥就拉了一坨大的，但我说实话啊，呼吸发挥差那是一回事儿，但真的是离不开冰，现在真的非常强。我记得登峰组时期我就讲过，就冰目前在上路的统治力是非常夸张的，在沙特回来后，冰现在就像一把可血的利刃，对线的侵略性十足，团战也处理得非常清晰，每次决策冰都做得极快，虽然不一定每次都是那种完美解，但你能明显感觉到那种真正的自信。现在冰颇有点褪去青涩的感觉了，就没有迷茫和发昏，再加上无微不至的连体，真的会让每一个对位的选手都感到胆寒呢。就威这个打野风格太过于明显了，它的存在就会导致对手在冰每次进攻时啊，他都得分心去提防威的变奏，就像池北荣治面对樱木一样，你就总会担心对面在连体，所以你的每次操作都会有点投鼠忌器。而整个 BO5 里，微博面对 BLG 的强侧都完全还不了手，就冰和左手组成的中上主轴，再搭配上很善于变奏的威，上半区他展就根本碰不动了。而且对于微博剧来讲，更难办的是威他不是那种野区侵略性很强的打野，他不会出现乐言那种就是我野区对抗去绑架线上的情况。所以微博现在状态最好的他展，他其实面对威或许能够拿到一些对位上的优势，但他拦不住 BLG 整体的那种推进。第一把微博已经很尝试去抵抗了，上路9桶打鳄鱼混住，中路泽利和飞机对刷，然后他展也是杰拉嘛，是有机会刷爆大树的，有没有问题 ？BP 策略没有问题吧？那微博打下半区，BLG 则打上半区吧，他展也是很快的2条龙了，而威也是靠着冰的鳄鱼拿到6重，但问题就在于呼吸的9桶对位输太多了，仅仅12分钟上路就掉了接近3层塔皮，对位输了30刀，然后利用上单的先推先动，率先去做了换线，BLG一波就把微博剧给打晕了，然后 BLG 利用鳄鱼的绝对优势开始断微博的龙节奏，微博剧其实是有意识的去降速，就我减少那种非必要的对抗，毕竟你是鳄鱼嘛，鳄鱼后期是超级兵，面对 EZ 和泽利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但问题是这个鳄鱼啊全程领先，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中期边线的双压制，理论上如果边线带线是鳄鱼对9桶，泽利对飞机，那微博是可以往后拖的，因为发育上小虎的泽利和奈特的飞机差不多，而鳄鱼呢也很难找队友来找啤酒人的节奏，如果这样分线 BLG 他推进不下去，会被拖住，你炸弹人在正面也没有机会去吃男爵，但微博选择了错位，中期可以看到冰的鳄鱼是一直在顶泽利的，而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时间段泽利不会对这样发育的鳄鱼有想法，可微博如果要喂经济给泽利，那这种局面微博是不愿意接受的，微博想把2座外塔的经济都喂给泽利，但因为鳄鱼这条优势路一直是对着泽利，线是一直过不去的，要不是20分钟的一波野区碰撞，双方都交替来正面，那么泽利是没有换塔的机会的。而后小虎选择core人硬抓左手，但左手靠着个人能力完成了反杀，而后面继续对上鳄鱼的小虎，他终于是露出了破绽。其实10几分钟小虎就被针对过，只是队友在附近，所以小虎没死。可第2次就没那么幸运了，这里看到鳄鱼，小虎是完全没有想过会被包夹的，因为理论上鳄鱼打泽利，泽利是随便玩的，所以他直接滑墙去补刀了。然后这个破绽马上就被奈特和冰抓到，一个 TP 完成击杀，导致第3条听牌龙掉了。到这里微博已经稳不住了，在边线的施压下，反而飞机肥的和鳄鱼一样了，然后就是打团结束。这种中上连体抓机会的画面，在季后赛2个 BO5 里我们能看到非常多。我知道会有朋友说，哎，这不就是 TP 抓人吗？瞧给你吹的。可当下的整个版本环境啊，是以 AD 中单为主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很难起节奏的，中期那就是刷钱等团，所以 BLG 这个非常喜好进攻的队伍，在夏季赛版本其实算是走的磕磕绊绊的，甚至他需要换打野来调整整个队伍的节奏。版本对 Knight 的限制其实就是一个部分，所以现在的中期 Knight 优质的抓机会能力是很难发挥的，他只能跟着打野和队伍的节奏走，自己很难做事。要知道 Knight 今年是常规赛的1阵，但他整个常规赛却只有5次 MVP 入账，当然4强的其他中单就更少了。中路里 MVP 次数一骑绝尘的是登峰组连败的香克斯和登峰组根本就没赢过的 Rookie， 可见这个版本中单要掌握全局的难度有多大了。连 Knight 几乎没有输过的压箱底狐狸，在常规赛都被破了连败金身，所以季后赛
赛阶段，这场打微博的一战很让我惊喜的是 BLG 他们对于分线策略的优化，就冰和 Knight 在边线的一些进攻选择，让 BLG 能够打出曾经他们很流畅的那种中期进攻节奏，而这种进攻节奏它竟然又是合理的，这点非常难得。实际上第一把打完，整个 BO5 就已经结束了。说白了 ，BLG 跟你打慢，打运营微博你都运营不过，而且还不是说微博自己出低级失误而运不过的，那这种局就很难赢了。最后一把看得出微博已经豁出去了，我想通过提升上路英雄的对抗性，加上打野的照顾，让兵没有那么多 carry 空间，但在分线上还是被化解了。这里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攻防转换加分线应对了。16分钟，左手先推了下路线，然后转中路配合队友用峡谷拆中路。这里 Knight 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策，就是 BLG 已经有深入的野区眼了，而他没有选择护着打野吃龙，然后继续推下路的线，而是直接回家补给，帮兵去解线，顺带换防。因为兵对位输那么多，没人帮他一辈子在2塔坐牢，而 Knight 不去下路漏，小虎他也不敢吃线，万一 Knight 在蹲呢？这就是 BLG 这个人员配置他该有的那种进攻上的灵性。微博的应对其实是很标准的，我放龙嘛，然后在你人少的弱侧施压，我吃你个上野区加 B2 塔，继续养肥杰斯，没问题吧？可正因为 Knight 他不吃，率先换防了，所以才有了后面抓死杰斯，然后野区一波打炸微博的情况。这里微博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就本来上野区是稳吃的，你大树打龙，结果反而被 BLG 逐个击破，所以这个3-0啊，虽然呼吸确实窒息，但我想说真的就是 BLG 现在太强了，因为 BLG 的整个换线策略的基础就是中上我都能够做优势，上路裂了中路帮，上路优了双线装，就你要破它，最大的前提就是中路和上路你都不能给 BLG 拿优势，这已经就很难了，何况还有微的看护。所以第一个 BO5 打完，我就觉得 BLG 基本的状态和对版本的理解完全稳了，起码说 AD 中路的这个版本 BLG 已经吃透了，现在唯一的变数就在阿罗拉上，可惜看不到，而且我感觉有阿罗拉的版本可能 BLG 会更强更变态。那本周的第二个 BO5 来自滔博与 LNG。这个 BO5 呢，滔博哥的整体表现我认为是不攻不过吧，没有太多惊喜和变化，基本是一个思路打到底。反倒是 LNG 自己有点搞不清大小王了。这个 BO5 LNG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废一臂，没有让紫卡从369身上做文章，而是想上单求稳去补足阵容的曲线。紫卡是一个玩 C 的时候会 C， 玩肉的时候不出大问题的选手，但他不会打出英雄特性以外的效果。打69这样做决策实际上有点浪费了。我还是那个观点嘛，一个 BP 好坏与否不仅仅是说阵容本身的完整度，也要和队伍有契合度，同时也应该对你的对手造成一些威胁。像这个 BO5 LNG 的整个 BP， 你争论阵容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前2把拿杰拉、卢锡安、老黑，你说这样上中野选的有问题吗？也没有。但滔博是愿意跟 LNG 打这种对局的。69他打那种 carry 角色很容易养跌，但打一些非核心上路，他的应对牌是很多的。上一次 LNG 是怎么赢滔博的？一把69拿凯南，紫卡用瑞兹姐；一把69拿老黑，紫卡用青钢影，就属于放大了紫卡的 carry 能力。可这个 BO5 LNG 就完全没有提高紫卡的优先级，而是希望他和69对混，甚至还放出了哥哥的艾希。而在 LNG 眼里，优先级高的杰拉和卢锡安实际上并非那种真的版本独一无二的价值，说白了就是自己拿的也一般，但给滔博拿的就很舒心很安心啊。LNG 的这一套滔博打太多了呀，对线起 LNG 并不是没有节奏，滔博算是 LPL 里进攻强度仅次于 BLG 的队伍，但 LNG 真的是在防守中能够做到一些反击了，但到了中期就是 LNG 的弱项，开始抱团， LNG 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之前周报聊过很多次啊，就是 LNG 一旦阵容只有一个开团点，而且不是中路是开团点的话，那基本就是不稳的局面，就是基本他们不会主动开团了。而滔博的阵容就是他们很喜欢的经典款吧，我下野为主导，然后小奶油自己刷钱，69不养爹团战也有用，何况这把铁男后期就是贼克 LNG 的。第一把 LNG 小优，但大家发现 LNG 没有推进下去的运营空间了，龙魂不可能指望，然后吃男爵呢也没啥机会，往后拖有小树的双射手 LNG 也不好发挥，然后滔博在边线的处理也没有什么问题。第一把20分钟这里抓下了判断是很漂亮的出击，滔博顺势为了一个2塔，这里假如 LNG 有人处理了上路线，那这波滔博抓下就是有问题的，但 LNG 没有人去上路线，双方都是平线，那这波抓下滔博就是很好的判断了，虽然没有击杀，但节奏是对的。然后有这个现在 LNG 虽然第一时间想趁着小炮没有 TP 开男爵，但最终是被铁男狠狠的给恶心了。第一把在这波男爵团后就彻底倒向了滔博。沙特杯我记得我和大家聊过，就是 T1 这个队伍他的临场调整能力真的很强，人家能抓得到 BO5 的重点，我们就看这把 LNG 的调整就知道差在哪儿了。第2把 LNG 选择去针对谁呢？针对打野，放日女，然后去扮翠神。就 LNG 没意识到问题在上路的选择，而是因为翠神射手体系才导致 LNG 中期优势滚不起来，觉得天是可以针对的点，所以他们4扮打野，2、3、4同样的上中野再来了一次。然后呢，第2把剧情又是类似了，前期 LNG 的运营没有任何问题，对线强度也够，也有优势。第2波潮纯团 LNG 也打赢了，甚至 Scott 也是没有压力的收下了2座外塔的经济，可以说是 LNG 非常熟练擅长的运营节奏了。结果呢，紫卡上路冒进被69的铁男单吃，但这波
波死其实对于大局来说也没有那么至关重要吧，最多就是埋了个伏笔。毕竟呢，霞是肥的一匹，但 LG 就是打的奇奇怪怪，就是滚雪球开始有瑕疵。你会发现 LG 他就是开始龟了，然后又是滔博的一波团打翻。滔博其实就是一个很喜欢也很擅长跟你打那种摆开正面打大团的队伍，他的局部小团很容易出问题，但只要 Cream 的发育能够去拆前排，那么滔博打那种很有层次的团战会打得很赏心悦目。就滔博目前的整体性是 OK 的，先不管团战选择对不对，但打起来大家都会去打，不会脱节，然后就翻了。剧本啊和第一把是一模一样，到这里LG才意识到，哦，这前2把中期开出来点太少了，优势辐射不起来，那我就得选个更主动的，思路没问题，但上路那个点啊还是没搞明白，他们以为去办了铁男就够了，但实际上老黑没有那么高的战术价值呀。我觉得 LG 最好的选择是给紫卡出凯男，补足 AP 的同时也能配合队友进场，不然后期 LG 这种双 C 是没有赢面的。而他继续老黑69就还有应对牌，如果是缺开团69甚至可以在这里补奥恩，就全是选择，反正我有莉莉娅，老黑肥不是不能解决的。然后很经典的波比骚扰开眼，然后微微被自己放的眼给骗了，这个 F6 的探测眼是被69看到的，然后天呢绕了一波视野，直接就把猪妹反烂了。中期 LG 是很主动的，但都在主动送，这时 LG 就看得出打得很急了，没办法，这把太早猪妹烂掉了。LG 只是强起节奏去滚雪球，拖肯定输，但滔博今年进步比较大的就是他们的防守 ，Miko 和茂凯的加入真给了滔博不少曾经 ED 局的味道，你越急就越送，所以在 Scott 上路这波空大后，第3局就稳稳的被滔博给拿下了。其实我觉得滔博和 LG 的实力差距不应该是3-0这么干脆，最起码应该也是要拿1分的，只能说是大方向错了，你越努力越没用。要知道整个 BO5 啊，哥哥一共才死了1次，可 LNG 却3把前期都是有人头领先，这说明 LNG 完全没有抓到滔博的痛点，包括2抢1班卢锡安，也感觉对于版本的理解并没有很深，以这个状态打微博还真不好说啊。BLG 对战滔博的这个胜决，其实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只能说 BLG 现在太成熟了。在微加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BLG 的下路是经历了一段很迷茫很送的阶段，就感觉 BLG 上中野猛 C 下路狂送，这也是为什么 ELK 常规赛没能进阵的原因。但从打微博时，大家能感觉到 BLG 现在下路啊开始稳起来了，他们搞清楚自己的定位该是什么，这点很重要。这意味着 BLG 已经从春季赛那个1XO攻势越塔打前期速胜、中期乱拳的阶段踏入了新的台阶，而新姿态的 BLG 最大的体现就是 Knight 的火力能够得到释放。ELK 和 ON 在登峰组有一个时间段打的是过凶了，尤其是微在其他地方做事的时候 ，ELK 还是会自己去找节奏的。那现在 ELK 和 ON 在对线端和中期运营时明显打得更合理，过去 BLG 下路是打得很凶的，那现在我就可以评价一句，打得很聪明了。第一局 BLG 虽然输了，他们选了一个亚索皎月的体系来 counter 滔博这边的女枪飞机体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滔博本身在打一套他们很擅长的体系时，确实发挥得很好。香奈游这局是拿到了飞机，那飞机是目前 AD 中路里唯一没有因为装备削弱而影响到输出的英雄。现在小炮卢锡安都没法走海妖了，所以实际上我认为优先级更高的应该是泽利和飞机，而飞机的输出依旧是当下版本最爆的，主打的就是优势不讲理嘛。这把其实奈特的亚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配合皎月打出效果，不过毕竟是科研 BP 可以理解，但 BLG 前期下路的设计我觉得还挺值得夸的。首先开局大家看到了 BLG 下路是待在上半区等人来做眼的，想利用艾希前期的强势去针对杰拉的发育，而皎月也是很成功的从滔博的野区开。那这里我们看下路的处理啊，可以看到因为入侵导致晚上线，从兵线看必然是滔博能够先2的，那 ON 呢直接选择上去换闪，这里换闪血一定是会亏的，但这就给了打野创造抓他的角度，皎月就能顺势来抓下了。这里其实微稍微急了一点，可能多蹲一会儿是一个完全有机会杀的角度。后续虽然从结果来看是2换2，但你能很直观的看出 BLG 下路和打野之间的整个协同是提升了，而且这波辅助的博弈我觉得要夸一下 Miko 和 ON 都很屌。 Miko 呢是升2瞬间后撤步进草，这样就很难看到日女子踩手了，而 ON 呢就属于胆大心细了，他是后撤步帮 ELK 接了 E， 然后瞬间 W 控制抵消，不给日女补 Q 的机会，他这里绝对有赌的成分啊。 Miko 如果是选择闪现 Q， 那 ON 是会有被击杀的风险，但如果 Miko 这样操作，那皎月就有机会收完。这就是我说的 BLG 现在下路它提升的点，就是他们的高风险操作不再是为秀而秀了，而是多了一层兜底的逻辑，属于是学会靠队友来保底了。而滔博输给 BLG 其实被突破的点倒不是69，而是小奶油和下路。就赛前的角度，我觉得滔博应该是对上路兵有针对的预案了，但他没有料到 BLG 一反之前的打法，开始向下半区动手。微的发挥依旧很到位，可以说执掌了整个 BO5 的主轴，很明显对天有研究。他其实花了很多精力去做前期的野区针对，我估计天也没想到微整个 BO5 都不怎么去看上路了。微估计觉得之前勋打下半都能赢，那我没必要改大策略啊。第二局 BLG
BLG 是实打实的给滔博上强度了。69和天前期的处理是挺好的，第一波利用老黑的虚弱抓死了理论上不会死的凯南。如果老黑啊能够快速的过渡到败魔，那凯南会非常难受。那前期这样抓一次基本就不用帮了。但威的反应很快，在大树路上的一瞬间，他立马去攻河道。这里滔博的视野抓到他了。正常来讲，猪妹清完肯定就要回自家野区了。但威这个选手特点他就来了，他直接就往滔博的野区一钻，开始下棋。这里滔博第一波是躲过了，毕竟他们有眼嘛。哥哥直接草里暗回城 ，Miko 也去打探照找猪妹的位置。但威很变态，我放着2组也不吃，我就在蛤蟆的草里硬蹲。这里直接假动作骗过了滔博下路，最终下路抓出了2个闪现。这波太关键了，就是用自己的发育为代价，换取了整个队伍节奏的领先。因为自家下路是卡利，但滔博又用了萨勒芬尼进行反制，那卡利很难受呀。如果和平发育到中期，标居中期是非常难打的，尤其上路作为突破手的兵已经被抓了，所以威的这波变奏变得很关键。下路没双闪，就轮到滔博下路难受了。可能有人会觉得啊，滔博下路也没必要硬打后面这一波，但这一波真的是要打的，起码就得把 BLG 下路的闪现反抓出来。这里威第一时间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不走，我就下棋。最终 BLG 靠操作完成了1换3，游戏到这里结束了呀。滔博下路没闪，卡丽萨也有人头，那后续就是 BLG 很喜欢的压迫节奏了。滔博这把如果是军事啊，中期下野辅的这套 combo 是没有人能吃得住的，但就是前期这波被打炸了，滔博很明显就出现了伤害不够的情况。其实以往滔博进入到这种困境，他们会稳住中期等小奶油来 C， 但小奶油今天的对手是 Knight， 我只能说在边线上 Knight 基本是把小奶油拿捏得死死的了。就以往很多队伍会出现过于集中兵力去针对滔博大部队的情况，会被滔博的野辅牵着走，然后这个时候小奶油就会狂偷发育。像打LNG的第3把，小奶油前期0-2的开局啊，但中期他就是能够吃钱吃塔。而 BLG 对小奶油的限制明显比登峰组打滔博那场做得更好，就只要你过河道，你想摸塔，我就一定会留绕后眼去找你麻烦。18分钟这里小奶油虽然是跑掉的，但你能走一次，但不可能次次都能走啊。之后几局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到 BLG 他们频繁的在边线靠单人路主动去寻求对抗。就过往的 BLG 往往是野辅在野区找机会，而现在 BLG 则开始学会让 Elk 你在中路稳住，然后我们尽量在边路找机会。所以很多队伍现在节奏快不起来，就是因为他们在边线抓不到对抗的机会，而只能去刷钱。那团战的契机基本就只能看龙团了呀。而 BLG 现在就是，如果我单人线是优势，那我就猛推线，推完就开始在另外一条路找机会打。所以 BLG 的节奏就提得非常快，而且劣势的2条单人线会很难受。我刚推了一波线 ，BLG 就找你来打架了，所以小奶油就一直刷不起来。虽然第2局的失败，滔博不得不提的是15分钟的这波小众变态操作，但从全局来讲，如果是其他的对手，滔博其实是可以拖到并且运营到小奶油发育起来的。可对手是 BLG，Knight 不但能够让小奶油在边路刷不起来，还能够把小奶油变成一个突破口。所以第2局输掉后，后面2局大家明显能感觉到滔博这个队伍啊开始越来越急了。而很尴尬的是，滔博这个队伍他和 LNG 一样，也不具备 BO5 的调整能力，那这点确实也无法解决。第3把不去扮猪妹，去扮龙女，其实我挺没想到的，这时候挺臭的。而想继续小炮后期兜底，而没有选择卢锡安，我觉得也是绝对的败笔。既然已经鳄鱼加杰拉了，该拿卢锡安打压制提速的，选小炮其实结局不和第2把一样嘛。就 Knight 这个选手啊，一旦他完成了对某个对位对局的熟悉，他就一定不会录任何破绽给你。所以打左手你同一个对位，如果你完全发挥不出来，你别想着下一把会好起来。只能说滔博还是对小奶油太自信了，这种临场调节是要想得更清楚的。而第3把又是BLG经典的野辅联动，天这里又被威给算计了，就杰拉刷的一定比猪快，所以威少了一组3狼来做保镖，然后杰拉呢明牌去野区找猪的位置，但探照没有看到，只知道3狼还在嘛，然后后续杰拉补了一个蛤蟆眼，到这里猪妹都没漏。而下路的血量呢，天也想动手，估计也觉得猪妹可能去控上河蟹了嘛，哪想到这里欧恩打出了天秀操作，闪现躲牛头2连，还同时直接配合猪妹一套控死了杰拉。就欧恩最近打排位胜率巨夸张啊，快80胜率的王者1700点吧，好像排位虽然没有办法证明选手的水平，但排位如果打得好，就说明这个选手啊最近手一定是很热的。这点其实从打LNG时我就感觉到了，就 BLG 现在下路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这波打完滔博直接就烂了，那滔博前期出问题，兜底的角色小奶油被针对，那轻松人机一把了呀，属于是被完克了。然后最搞笑的来了，第4把滔博选择和微博一样，就我感觉我没法了，我他妈跟你爆了，我不运营了，来干啊，不打运营了。从表现来看，滔博其实肯定比微博好很多，但滔博明显在 BLG 的猛攻下失误率啊高的夸张。然后这一把哥哥的节目效果太足了，一把游戏能够死10次，我是真没想到。这把倒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就是拼操作和团战，然后 BLG 笑到最后。Knight 这局是爽杀，就滔博想赢，最好就是 Knight 他送一次，但左手肥起来且这局真有空间的情况下，他就是能稳稳兜住底的。
的。而基格拉夫最尴尬的就是最后一波关键团嘛，他其实有机会收割完的，在闪现 A 飞机和闪现 A 鳄鱼的选择里，他非常变态的选择了闪现 A 野啊。怎么讲呢？就虽然 Toppo 输了，而且输的挺难看的，但我觉得还是得肯定 Toppo 的进步吧。只是标剧进化的太快了，换人真的有用，而且现在已经是磨合成功的效果了。只能讲威是涅槃组打野里唯一涅槃成功的人，表现真的没得说。我觉得也不用这么着急对 Toppo 下结论吧，只能说之前那套运营板子打大部分队伍都有用。那既然还是输的那么干脆，我觉得说明还有优化的空间嘛，就继续优化呗。虽然被标剧连续击败的数据很尴尬，但还没结束嘛，有进步的方向比什么都重要。何况还有复活甲，我只希望这次的失败不要太影响 Toppo 的心态吧。最后是恭喜标剧拿到了第一张去往 S 赛的门票，而且除了门票，标剧的竞技状态才是更值得让粉丝开心的吧。那 LNG 和微博是本周目前最有节目效果的一集，两队鏖战5局，微博最终在1-2落后的情况下，双枪虎先锋带队强势逆袭，完成了对 LNG 的以下克上。说了吧，微博逆天归逆天但他们真的是越打越好，这一下就走到前3了呀。这个 BO5 其实两队都很逆天，但逆天的方式各有不同。微博属于每一把你甭管优势劣势，你总看到有人在发瘟，明着说我不正常。但 LNG 呢，反过来整体看起来似乎有人在犯病，但明着看病号好像不算特别突出，属于偷偷发瘟暗着变态。最终是明着发瘟的微博完成了逆袭，这也充分说明了送比怂好。我们一场一场看每次发瘟的时刻有多变态吧。那第一场的局势走向就突出一个扑朔迷离，微博第一把祭出经典豹女加大家最喜欢的虎恩，主打就是前期快攻嘛。老赞也不愧是微博目前最稳定的点，在小虎中路完全被洗脸的情况下，还是在野区对微微进行了一些压制。而 LNG 呢，也不愧是 LPL 最爱防守的队伍，直接龟壳开启，上中下3路萃取开刷。虽然微博前期撬开了龟壳，在上路打出了一波越塔击杀，但在下路的这波进攻却没有绷住。这波其实也挺变态的呀，一开始其实他咱只能是施压和骚扰，微博自己都觉得越不了，可没想到呢，豹女的一个阴险的穿冰 Q 把机会给打了出来。而嘎啦更骚的是，甚至还易中了夹子，而豹女应该算到了微微在赶来的路上，这里他更多的还是想拉扯，而不是 all in。只可惜 LNG 的 TP 反打非常果断，我只能说 LNG 打防守反击是真有一手的呀。这波野辅的处理非常漂亮 ，Scott 双 buff 加2个人头在手，直接就无敌了。微博这个阵容是几乎没法处理飞机的，何况是一个发育无敌的飞机。LNG 也是非常善于打 Scott 的大 C 局吧，后面就是 LNG 最擅长和喜欢的运营节奏了，再加上 LNG 的阵容开团也极其主动，所以是很轻松的碾压了第一局。第二把就轮到微博发力了。其实 LNG 这边是有自己的牌库的，跟 King 一样，紫卡也有一手瑞兹来打凯南。可当大家都以为这把的胜负手会在上路的时候， LNG 的下路在开局5分钟就烂了。这把刘青松梦回 S11直接瑞尔王把 LNG 的下路干烂，经典强势换闪抢身位，随后靠抢2优势逼闪，在压力之下 LNG 的野辅是犯病了。微微在没惩的情况下，不知道是觉得你大树不配反莉莉娅野还是怎么，这里硬核辅助来打野区对抗，然后牛头直接 Q 闪送了。我的评价是疯牛病犯了，这波和纯送没有区别主要是中下你都没线，这个蛤蟆给就给了呗，你保下路不被越塔就完了。而且其实嘎啦虽然是有压力，但补刀他是领先的，因为 Light 这个镜是真的不是很熟练，补刀稀碎就算了，然后这波3个人头开局直接裸步假血。嘎啦表示这把分给你15我点了，没有意思，打不了直接换剑去上路。那后续是微博的爽局了，虽然微博赢的有点便秘，但换个角度讲也是给小虎把手感给刷起来了。最终微博双 C 对位就快爽压9000多经济了，虎子的飞机也是完成了超神，微博成功的守住了蓝色方。但第3把微博类似的阵容就没有那么好效果了，镜加瑞尔其实是挺功能的下路组，而飞机被ban掉的情况下，泽利的发育周期又太久了，凯南面对带虚弱加有救赎的阵容其实还蛮尴尬的，所以中期微博的团战总是差伤害。最终20分钟的关键团 LNG 的疯狂拉扯，最终是完成了丝血反杀，一波奠定胜局。那最变态的第4局来了， LNG 在接近胜利的时候开始选择求稳，选了一个相当复古的体系就是上路鳄鱼加大树再搭配沙皇。我说心里话，真想出沙皇你没必要第一轮出嘛，你抢个好点的辅助呗。沙皇这个版本谁会办呢？而且打微博剧我感觉你别的都能放，而小虎的卢锡安是真不能放。虎子别的英雄可能幽默，但卢锡安的团战找输出的手法是真的有。但 BP 其实不是重点，毕竟微博这把下路2个人也真的挺变态的。刘青松呢玩的就突出一个狂字，就皮硬皮，这把不止一次阵亡在奇怪的位置了。而 Light 的维鲁斯这把更是恐怖其实这个阵容他没有说完全没有输出环境，这个版本没有穿甲维鲁斯，可 Light 真就是我只玩 POG 不 A 人，3-0开局的维鲁斯最后伤害占比跟老黑差不多，还是真的有点让人绷不住的。就25分钟这波关键团大家自己数吧，Light 一共 A 了几下，只能说双枪虎先锋太 C 了，他和塔赞真的尽力了。前期微博打的就挺乱的，小虎是先送了一个，但微微表示没关系我会出手，这里他顶着中路兵线硬抓卢锡安，然后 Scott 也是神人贪闪不交被反杀，这波 gank 太强行了，这里即便你杀了卢锡安，沙皇也没有状态继续处理兵线的，就更别说还被反杀了。结果是第1轮的曹冲白丢，
怎么讲呢？就微微这个打野啊，在游戏智商上真没有微那么聪明，有时他的很多处理真的会让队友很有负担。第二把的莉莉娅，这把的大树都是绑架了队友，虽然从结果上啊是队友送了，但他其实可以做得更聪明一点吧。同样是送，但微微和他攒第一把豹女被反蹲导致炸穿其实是不一样的。那 LNG 这把上路有鳄鱼，有线权的情况下没了潮虫，那鳄鱼的价值就很低了呀。然后紫卡也开始幽默，这波被呼吸单杀有呼吸操作拉扯的好的缘故，但更多的也是紫卡自己犯病。首先鳄鱼打老黑这个版本黑切肯定是更好一些的，兵都是走黑切第一件。第二呢，则是既然你走星矢，那为什么要打一波呢？鳄鱼其实是有机会拉开的，就很迷吧，整个看起来。紫卡4强战在 1v1 端的处理真的有点太差了，上路送完 LNG 就走远，因为 EZ 这个英雄是很难处理老黑这种前排的，主要是微博自己打的也很变态，各种摊兵脱节不落位，才让 LNG 能拖那么久。31分钟这波团是 LNG 最后的机会，有机会也是因为微博在发温。其实老黑不来正面是很错误的决定，他和鳄鱼在侧翼缠斗是没意义的，他完全可以和 LNG 互换后排嘛，何况微博领先那么多。结果呢，他和鳄鱼这种超级兵在旁边自己玩，如果他在正面，小虎确实是可以回去补装备再 TP 过来，但他不在，那这波火龙就只靠日女，你就没办法站正面了。龙先丢，然后刘金松白给他攒更是残血，在这种情况下 Light 进步了，比之前是多 A 了一下，也没有闪现被推，而后微博中上野操作在线反打了出来，可到了最后该收割的时候，嘎啦他怂了。如果他和紫卡一起进去，侧翼直接找路线，而不是往后翼，我觉得这波团EZ能收割完。就真的你劣势的情况下，应该是搏一下的，哪怕送了也该去抓这个机会。那后续他不敢上就没了呀。我觉得第4把的失败，让微博完全把自己该怎么赢给理清了，而 LNG 则还没有抓到关键点。第5把微博放给你飞机，放给你莉莉娅这种版本强势，但我拿了鳄鱼用恶爆去打一个前期压制，而 LNG 的整个思维还是太过于求稳。其实 EZ 上一把如此糟糕的表现后，拿艾希会是一个比 EZ 更好的选择，何况 EZ 也削弱了，真没那么 OP。LNG 总想选一些不会错的英雄，因为微博是恶爆，而下半区又是双女神类，不好主动，那 LNG 上路就陷入了选个不犯错大肉去抗压的思维误区，因为线上都做防守，结果就会是野区被无限入侵。2轮 LNG 他宁可去办卡莉斯塔，去办维鲁斯，也不去办版本组合艾希加布隆，就真感觉越到后面 LNG 的 BP 越奇怪。这把豹女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抓人，我就压迫你蚕食你。 LNG 其实喜欢打防守上的反击，但阵容你是只能防守，很难反击啊，除非微博打得太急了。所以第5局非常的闷，没有人头，但Tarzan资源全控，线上野区都在压制 LNG 这个阵容，你说怎么去进攻的？完全没有进攻点啊。下半区有布隆的反手，上半区恶爆你碰不动 ，OK 直接慢性死亡。在13分半微博拿到1血前，其实经济已经拉开2天多了。当 LNG 他准备好开始能反击，开始咬人了，血已经止不住了。虽然说豹女鳄鱼后期团战不强，但前期的压制已经让 LNG 崩盘。EZ 这把直接就是个废人，30分钟才刚刚3件套，而上野更是完全穿孔。微博剧也是扎扎实实的拿下了关键的最后一局。微博也挺不容易的，就从差点进不了登峰组到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进入到前3。虽然你说微博真的多强，也不是，但我就是调整，然后磕磕绊绊的走到后面。可以说老将的经验，教练的调整确实是帮助了他们不断的进步。我觉得一时的丑陋不重要，关键是活到最后。如果讲 BL 剧滔博，我觉得大家的要求是不但你要赢，还要赢得漂亮。那微博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别管我赢得多颠，反正我赢了，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走下去吧。而 LNG 我依旧认为他们队伍的下限是没问题的，可你一直这样下去，从 BP 到对局内，就感觉越打越笨吧，整个对局太公式了，就很少有那种我们觉得一看就很有灵性的味道。或许这种稳在 BO3 的常规赛不会错，可你往后走去打 BO5，去打那种会变化的对手，其实是吃亏的。只能说希望 LNG 在冒泡赛能够给一点惊喜吧。那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啊，我是袁某人，喜欢关注电竞赛事的朋友都可以点个关注，如果可以的话给个3连就更好啦。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